车子一路驶向位于首都另外一端的君兰凯宾酒店。白木哥挑的这个酒店还挺远的，以这时间点的交通状况，车程起码得1小时。在路上，白大小姐始终没有说什么话，苏无忌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气氛一时间有一点尴尬。终于在开了10几分钟之后，苏无忌决定先打破沉默。昨天晚上在卫生间里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便已经被白木哥打断。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苏无忌，啥你不认账了？白木哥无语，看向窗外。我是愿意认账的。苏无忌说道。毕竟我夺走了你的初吻。白木哥冷笑。什么年代了，亲个嘴就得负责到底。苏无忌，毕竟初吻还挺珍贵的。谁说这是我的初吻了？白木哥微嘲地说道。你的初吻给谁了？你怎么不让他对你负责？苏无忌，给你了。白木哥沉默了一下，眼光微微凝结几秒钟，随后又冷笑了2声。呵呵，小处男。苏无忌不爽地说道。我怎么觉得你是在鄙视我？白木哥语气淡淡。你猜的没错。苏无忌说道。咱们现在就去酒店，是不是进展太快了？白木哥懒得跟这傻子解释。闭嘴，我睡一会儿。随后他便把座椅调整成合适的仰角，头往一侧歪着，闭上了眼睛。然而这时候苏无忌却说道。后面有台丰田轿车跟着我们一路了，是你的人吗？白木哥的眼睛都没睁开，淡淡说道。不是。苏无忌说道。那跟上次一样，肯定是来对付你的。白木哥的语气里又恢复了些许慵懒的味道。这不是有你在吗？我懒得管他一样不一样。他嘴上这样说，心里面却并非这样想，因为白大小姐很确定，这次的跟踪不是他安排的自导自演。苏无忌说道。都已经被跟踪了，我们还去酒店？去。白木哥淡淡道。苏无忌犹豫了一下。你就这么忍不了咱俩这觉就非睡不可吗？他看了看身边的青年，分明看到了懊丧、无奈和异动相交织的表情来。看来这家伙也想睡，但不敢。随后白大小姐难得的起了点玩心，她的唇角轻轻勾起，说道。对呀，非睡不可。苏无忌踩着油门的脚差点软了，他艰难地说道。可我不行。你不行。白木哥探身过来，那平日里没什么情绪的桃花眼里竟是透出了玩味和探寻。你昨天不是挺行的吗？这混蛋昨天把他顶在门上顶得那么结实，把白木哥都给顶哭了。苏无忌咳嗽了一声，懊恼地说道。难言之隐不方便说。哦。白木哥这一声拖长了腔调，一副我懂了的样子，让苏无忌气得要命。后面的那台车始终耐心地跟着，时不时还要变个道，汇入车流做一下伪装。可那司机并不知道苏无忌一直从后视镜里盯着他呢。白木哥忽然说道。你这次来首都带保镖了吗？苏无忌说道。就我一人。白木哥。那就好。哪里好了？苏无忌一开始有点不明白这其中的逻辑关系，随后恍然说道。你是怕保镖打扰了我们的2人世界？白木哥冷笑。我和你可远没到那种关系，你最好摆正自己的位置。
到了酒店地下车库，白木哥戴上了口罩和帽子，才下了车。苏无忌看着对方这严严实实的打扮，莫名有点不爽。捂这么严实干什么？和我一起开房就这么见不得人吗？白木哥，知道就好。两人进入电梯，白木哥直接掏出了房卡，刷了楼层。苏无忌有点意外，连房都提前开好了，为了跟我睡觉，你提前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？白木哥忽然想把他的嘴巴插爆。我在这酒店里有一间长包房。白木哥没好气地说道，用的是东方业内的身份。苏无忌，这我蛇用小号开个房间，方便金屋藏娇。白木哥的目光一直望着上升的楼层，淡淡问道，你藏过谁？苏无忌哈哈一笑，那可多了去了，我在皇后酒吧里是天天16群下死。白木哥呵呵冷笑，你也就只剩一张嘴了。到了顶层，白木哥走到走廊的尽头，刷卡开了房门。这是一室一厅的套房。白木哥进来之后，便把外套拉链拉开，将之随手甩在沙发上，露出了穿在里面的白色紧身运动背心。那紧致平坦的小腹和顺滑清晰的马甲线全都暴露在外，让人很想上手摸一摸，感受一下是不是犹如缎子面一般顺滑。就连那毫无瑕疵的肚脐似乎都透着与生俱来的娇贵。而那运动背心的领口并不算特别高，有些许雪之山的边缘已是若隐若现。做这一切的时候，白木哥并没有避着苏无忌，后者的喉咙上下滚动了几下，觉得有点渴。你坐着别动，我去洗个澡，衣服全湿透了。白木哥说道。他晨跑了那么远，满身都是汗水，被汗湿了的衣服穿在身上着实不太舒服。望着那把健康和性感完美结合的背影，苏无忌觉得身体开始渐渐变得僵硬。好。白木哥关上了卧室的门，但并未反锁，也不知道究竟是出于对苏无忌的信任，还是觉得他就算是进去了也无所谓。房间里已经有哗啦啦的水声传了出来，水流顺着完美的线条滑落。苏无忌的心中也在天人交战着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听白木哥的话，好好坐着不要动。白木哥一边背对着浴室门冲洗着，一边听着外面的动静，身后的门始终没有被打开的声音传来。呵呵，胆小鬼。白木哥冷笑。这一刻他也说不清自己究竟是在对那个青年进行试探，还是真的对此有些期待。等白木哥重新走出来，已经是半小时之后的事情了。他换上了一身黑色运动装，佩戴了龟皮面具，还是东方夜魅的那一身行头，整个人的气质顿时为之大变。苏无忌见状，忽然突发奇想，说道，要不咱俩下次亲嘴的时候你就戴着这个面具，这样我还能多一些新鲜感，以为是换了人呢。白木哥嘲讽的冷笑，你还想下次？刚刚我洗澡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进去？苏无忌，我怕我要是进去了就真进去了。白木哥自然听懂了这博大精深的华夏语言，他冷笑了两声，真以为那么容易就能进去？话说咱们现在去哪里？苏无忌看着那平平无奇的龟皮面具，觉得小肚子有点燥热，生硬的转了个话题。去赌场。白木哥说道。什么？苏无忌瞪大了眼睛。你要去赌博啊？你不去？白木哥问道。我当然不去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。
我那么正直善良，我跟赌毒不共戴天。白木哥说道。是我自己的产业。苏无忌看着面前的女人，你这么冰清玉洁的人，会开赌场啊？白木哥竟是被这句话逗笑了，他摇了摇头，说道：冰清玉洁，你对我是有多大的误解？苏无忌莫名觉得，白木哥的笑容之中似乎有着一抹自嘲之意。在临出门之前，白木哥说道：这个房间不管男女，只有你进来过，替我保密。苏无忌说道：保密可以，以后不许再在婉星的面前故意挑事儿。白木哥的眼神一冷，语气也随之冷淡了许多。呵呵。说罢，他拉起行李箱走了出去。苏无忌见状，惊讶地问道：喂，你的赌场有多远啊？居然还要带行李？白木哥。捻阴。苏无忌的脚步立刻为之一顿。这么远，我还以为在国内呢，要不我就不去了吧。他倒不是觉得来回不方便，而是去一趟缅因肯定要和白木哥朝夕相处好几天，天天处在这种高强度诱惑的生活中，自己能守得住小畜之身吗？万一影响了练功大计怎么办？反正经历了前一天晚上在卫生间的唇枪舌剑之后，苏无忌对自己的定力空前的没有自信。白木哥的话语又稍稍淡了一分。你不想去就回灵州，没人拦你。苏无忌想起了自己抢走了面前女人的初吻，不禁立刻说道：我去，可我的护照。白木哥站在电梯口，头也不回地说道：给你办好了，在我包里。苏无忌。什么你还能代办护照？白木哥懒得理他。而这个时候，许家烟的电话来了。白木哥瞥了苏无忌的屏幕一眼，女人缘挺好。苏无忌笑道：害我和他很纯洁的。听到这家伙居然对自己解释，白木哥的唇角难得的轻轻勾起。那你开免提？苏无忌硬着头皮按下了免提，生怕许家烟说出什么骚话来。亲爱的，人家想死你了。许家烟说道：人家刚刚洗完澡，现在躺在床上，什么都没穿呢。电梯门正好打开，白木哥直接进去了。苏无忌满头大汗：许家烟，你别发骚啊，有事说事，没事就挂了。我就知道你有了东阳的那个一先天之后，肯定就对我不感兴趣了。哼，对我用完了就扔，男人都是大猪蹄子。看着白木哥的神情有些冷淡，苏无忌有点控制不住地心慌。许家烟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什么时候用你了？许家烟却说道：亲爱的，陪我去一趟缅因吧。苏无忌眯了一下眼睛。去缅因干什么？他立刻便把免提变成了听筒，把电话举到了耳边。显然，苏无忌意识到了许家烟接下来所说的话可能和营业组织有关。看到苏无忌回避自己的动作，白木哥面无表情。许家烟则是继续说道：我们得到了确切消息，杜卡罗的亚洲总部就在缅因。在苏无忌所看不到的方向，白木哥的一侧唇角已经勾起了一个微不可察的弧度来。两人走出酒店，上了帕拉梅拉，苏无忌一路开往机场。不得不说，在把白木哥的初吻抢走之后，现在的苏无忌自觉理亏，还真的有点在意对方的想法和感受。看到对方一路上都不怎么讲话，他问道：怎么了，不高兴了吗？我叫你，你犹犹豫豫不愿意去。白木哥冷冷一笑：别的女人一喊你，你立刻就答应了。苏无忌说道：你不懂，那是正事。白木哥反问：
陪我就不是正事了。这一刻，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发挥了演技，总之眼光又开始变得有些微微的幽怨。苏无忌顿时觉得头皮发麻，只是他没注意到的是，白木哥的幽怨之色背后还藏着一丝意味深长的浅笑。苏无忌说道：陪你也是正事，但去巡视赌场算什么正事？那是违法犯罪啊。白木哥冷笑：我就违法了？你给国安打个举报电话，让你的婉心大宝贝来抓我。苏无忌：举报啥？在缅因赌场是合法的生意吧？听到对方找了个台阶，白木哥的冷笑瞬间便变得温柔了一点。虽然只是嘴角和眼角的弧度发生了极小的改变，却让他整个人不再显得那么不可接近，反而顿时生动了起来，就像是油画里的公主忽然活过来一样。可惜苏无忌专心开车，盯着前方，压根没看到这情景。白木哥难得解释了一句：是我表哥的生意，后来他出了事就转给我了。这赌场生意和白家没有任何关系，连白旭阳也不知道。苏无忌说道：你一个弱女子适合做赌场生意，缅因那边太混乱了，要不你早点把这赌场转手吧。不过说完了之后，苏无忌才想起来眼前的女人可是东方叶妹。从她那些人车合一的动作来看，甚至大概率接触过力量运转的功法，这跟弱女子可半点不搭边。白木哥却没接这句话，反而反问道：你在担心我的安全？苏无忌受不了这些女人的脑回路。算是吧，不行吗？一个白木哥，一个许家烟，所说出来的话总是让苏无忌觉得接不住。两者的区别就是，白大小姐的脸上和身上有很多面纱，看不透也摸不透，而许家烟，你永远不知道许小姐的下一句话能浪成什么样。这个时候，苏无忌忽然想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，那就是此次突如其来的缅因之行，许家烟和白木哥岂不是要碰面了？我勒个骚缸，被这两个女人夹在中间，还不得一个头两个大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白木哥被苏无忌关心了一句，明显又多了一点解释的兴致。赌场的具体经营我很少过问，只是偶尔去看看手下人有没有胡作非为，全当出国旅游了。苏无忌：行吧，这次有我这个免费保镖，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。白木哥：这么自信？哼。苏无忌：那当然了，你又不是没见过我的身手。白木哥淡淡说道：确实。当时那两个在酒店堵着电梯门的手下，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没出院呢。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情上，白大小姐是砸得不亦乐乎。第一次搞得手下受了重伤，第二次被这男人在水里磨来蹭去，第三次直接丢掉了初吻，还弄哭了白小哥。而接下来的缅因之行，千万不要是第四次了。白木哥想着想着，心中忽然涌出了一股不好的预感。后面那个家伙还很执着地跟着呢。苏无忌说道：要不要把他给做了？白木哥：你决定吧，我懒得想。苏无忌：怪不得白旭阳说你一直有点懒，在家里从来都不叠被子，连内裤都不自己洗。白木哥忽然有种想要把白旭阳暴打一顿的冲动，他强忍着不爽，攥着拳头，竟是鬼使神差地解释了一句：别听他瞎说。等解释完了之后，就连他自己都有点意外，自己这是怎么了？懒就懒了，为什么还要向苏无忌解释？
苏无忌看了看后视镜，说道：在到达机场之前把它解决了。白木哥轻轻应了一声，好。说罢，他摘下了自己的龟皮面具，一头墨色秀发随之轻洒。怎么还准备露出真容了？苏无忌问道。白木哥没理他。苏无忌倒也不觉得有什么，他已经适应了白大小姐这种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方式了。前方1公里就是机场高速的入口了，后面的大众轿车突然加速，引擎盖几乎擦着帕拉梅拉的车头斜插而过，硬生生地把他往另一条岔路口上逼。有点嚣张啊。苏无忌单手控着方向盘，指节在真皮上敲出颇为轻快的节奏。他已经立刻减速，那台大众轿车也跟着减速。然而后视镜里又冲出一台改装过的福特探险者，加装的前杠泛着冷光。对方的气势极为嚣张，一脚油门踩下去，眼看着就要直接顶上保时捷帕梅的屁股了。苏无忌问道：这车对你重要吗？如果不重要，那老子可就直接开撞了。听到苏无忌又询问自己的意见，白木哥的心情又变得好了一些。他说道：绿色的定制车漆等了8个月，被碰坏了，总归是有点可惜。你居然喜欢绿色？苏无忌说道。那我就不撞了，看看他们把咱们逼到哪里去。随后这台帕拉梅拉被2台车压着驶向了另外一条岔路。白木哥的手机一直握在手里，期间解锁了2次屏幕，似乎想要发消息，然后又忍了下来。他在想，要不要摇人过来，直接把后面的追踪者搞定。但每一回想起自己与身边青年逃亡时穿越整个北河省的刺激感，便又重新把屏幕关上了。毫无疑问，白大小姐是个喜欢刺激的人，但那一次耳鬓厮磨的香艳逃亡，却让她犹如毒品上瘾一样，始终在脑海中盘旋。都过了好几天了，当时产生的多巴胺仍旧消散不掉。白木哥始终认为自己一直是理性远大于感性，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能够用理性来找到合适的借口，可偏偏自从跳河之后，某些和苏无忌有关的情绪便会不受控制地冒出来，不知不觉地给他使个绊子。手笔不小，还不止2台车。苏无忌说道。在后面又有几台黑色轿车高速逼了上来，几乎是把这台帕梅给包围了。在首都搞出了这么大的阵仗，苏无忌说道。应该不是冲你来的。毕竟除了那个在幕后一直阴着白旭阳的家伙之外，谁敢在首都这么明目张胆地对付白家大小姐？哦，你的事你自己解决。白木哥直接闭上眼，似乎要睡午觉了。苏无忌，虽然我本来也没打算让你帮忙，但你这话未免有点伤感情了吧？白木哥眼睛都没睁开。那你说说，咱们2个有什么感情？苏无忌顿时被噎着了。感情的事说不好，但激情总归是有点的。白木哥一声冷笑。车子被压着开到了一处空旷的停车场。苏无忌赫然看到前面已经有好几十人在等着了，每个人都是身强力壮，手里握着钢管和甩棍之类的武器，标准的打手形象。你在车里等着，我下车。苏无忌说道。白木哥连吱一声都没有，继续闭眼休息。这一刻，苏无忌觉得光是凭这一份心理素质，谁要是把白木哥当成世家乖乖女，那可真是错到了太平洋了。别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。
白木哥开口说道：“我是对你的身手有信心。”我去，你眼皮能透视啊，居然知道我在想什么。苏无忌瞪圆了眼睛，因为白木哥在说这话的时候，脑袋歪向一边，连眼睛都没有睁开。傻子也能猜得到。白木哥的语气淡淡，正午阳光有些刺眼，他索性把口罩往上一提，遮住了上半张脸，继续睡觉。苏无忌则是开门下车，下车前还叮嘱了一句：“你坐到驾驶座来，万一情形不对，你直接开车跑。”白木哥没理他，屁股都没挪动一下，看起来确实懒得要命。找我什么事？苏无忌下了车，环视了一圈，冷笑道：“你们又是哪个世家的？”而此时，周围的打手们已经如潮水般涌了过来，前面几十人，后面还有上百人。上一次苏无忌经历这种阵仗，还是魏家和凌家给自己使绊子的时候。一道阴沉的声音从人群之后冷冷传来：“苏无忌，皇后酒吧的老板是不是？”苏无忌呵呵一笑，回应道：“就是你爷爷我啊。”混蛋，苏无忌，我的2个儿子都死在你的手上。那男人的声音继续响起，语调越来越高，其中带着非常明显的憎恨与愤怒。我找你这个罪魁祸首找了好久，今天终于让我抓到了。苏无忌的眉毛一挑：“不是你丫的谁啊？我认识你儿子吗？”一道男人踩上了后面轿车的引擎盖，站得老高，死死盯着苏无忌，说道：“我叫向富满，你应该听说过。”他的头发花白，看起来60来岁的样子，皮肤微黑干瘦，穿着黑色的唐装，枯瘦的手指捻着桃木手串，眼神明显非常英质。苏无忌真没听说过。向富满被这句话气得不轻。我的2个儿子叫向俊忠、向俊良，拜你所赐，他们死得好惨，好惨。珠串被他直接扯断，桃木珠子噼里啪啦砸在引擎盖上。苏无忌嘲讽地说道：“哼，原来是你儿子啊，那他们死的活该，要我说死100次都不多。”其实向家2兄弟的死亡，直接动手者是许家烟，还真赖不到苏无忌的头上。向富满那布满血丝的眼球几乎突出眼眶。混账东西，还敢来首都，我今天要把你千刀万剐。苏无忌摇了摇头，嘲讽地冷笑了2声：“你们这些白手套出身的家伙还真是嚣张的没边呢。”那些打手拖着钢管在地面上摩擦出刺耳难听的声音，他们已经把苏无忌和帕拉梅拉团团围在中间，准备冲上来动手了。白木哥似乎是觉得有点吵，在车里欠了欠身子。光是这个无比简单的动作，就把他的美妙线条彰显无余。向富满看到此景，眼神变得更加阴鸷，低吼道：“把苏无忌的女人给我拉出来，当着他的面给我扒光轮了，让他也知道失去亲人是什么感觉。”在听到这向富满说出了如此不堪入耳的话之后，苏无忌的眼神一下子冷了许多。而此时已经有几个打手要冲向保时捷的门边了。白木哥似乎已经睡着了，除了之前欠了欠身子，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反应。一个打手举着钢管，眼看着就要砸到帕梅的车玻璃上时，他忽然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轰在了自己的后心。砰！苏无忌的拳头结结实实地落在这个打手的后背上，后者的后背衣服直接炸碎，整个人朝着前方翻滚而出，狠狠摔落在人群里。他的头一歪，当场昏死。可即便晕了过去，
鲜血还在从他的嘴巴里大口大口地涌出来。苏无忌紧接着一转身，劈手夺下了一个打手的甩棍，随后一棍子狠狠抽在了对方的脸上。这家伙的侧脸直接被打得瘪下去了一大块，颧骨都被生生敲碎了。有一个打手抡起钢管，想要趁机去偷袭坐在副驾上的白木哥，然而他的钢管还没来得及抽中车玻璃呢，一个甩棍便在这家伙的眼睛里越放越大。啊！这货发出了一声不似人腔的惨叫。苏无忌的甩棍直接抽爆了他的左眼珠，鲜血混合着碎裂的晶状体当场炸开，那本该有左眼的地方立刻就变成了一个血糊糊的空洞了。然而苏无忌可没有任何手下留情的意思，甩棍再度抡起，毫不留情地砸在了这个打手的另外一只眼睛上。对付这群家伙压根用不上紫色软件。看到苏无忌这出手3下，便导致3人惨烈重伤，其余的打手都明显开始犹豫了。然而苏无忌却主动往前跨了一步，直接把一名打手揪了过来，单手捏住他的腮帮子，手里的甩棍直接顺着嘴巴就捅了进去，整根没入，只留有把柄在嘴巴外面。那个打手脖子似乎都被撑得粗了一圈，满脸涨红，额头和脖颈上皆是青筋暴起，半跪在地上，身体像是筛糠一样的颤抖着。显然这一下甩棍直接穿过了整根食道，完全捅到了胃里。其余的打手见状，全都感觉到了头皮发麻。他们都能看出来，也就是这甩棍不够长，否则的话，以苏无忌的力道，估计能从口腔捅进去，从菊花穿出来。这一切的发生也就20秒不到的时间。向傅满的眼神沉沉，无穷的怒火在眼里翻涌，他吼道：苏无忌，别着急，快轮到你了。苏无忌说完，看了看那个被插嘴的打手，随后抬脚踹在了对方的脸上。这一脚下去，正好把甩棍的最后一节手柄也给踹进去了。那打手直接翻着白眼，当场生生疼晕。毕竟这一下过后，8成他的胃都被捅了个血窟窿。混蛋！向傅满吼道：给我上，弄死他！看到一群手下居然连一个人都近不了身，向傅满已经彻底失了态，完全忘记了他刚刚还放言要把苏无忌的女伴从车里拉出来轮了。行啊，正好出发之前热热身。苏无忌说着，已经主动冲进了人群之中。他的身形所过之处，皆是一片惨叫。那些看起来很凶悍的打手，根本没有一人能在苏无忌的手底下撑过一招的。不到半分钟的功夫，那台帕拉梅拉的周围就被清出了一大片空地，起码有20多人已经倒在了地上。现场再度陷入了安静中。那向傅满根本没想到事情会走向这个局面，脸色已经变得阴晴不定了。苏无忌抬脚拍了拍裤腿上的灰尘，然后看向向傅满，嘲讽一笑：该你了。说着，他直接迈步朝着10几米之外的向傅满走去。那些打手们拿着武器，脸上却全然没有半点凶悍之色，一个个透着心虚和惧怕，脚步反而在悄然往后挪动。然而这时候，车里的白木哥坐直了身子，摘掉了盖在眼睛上的口罩。车门打开，一条被轻薄运动裤包裹着的柔美长腿率先迈了出来。白木哥下了车，拢了拢有些微乱的头发，打了个哈欠，淡淡说道：吵死了，你们影响我睡觉了。
向富满看到这女人主动出来，本想让手下立刻前去控制住她，却没想到当他的目光落在对方的脸上之后，一股强烈的熟悉感顿时从心底迸发而出。白木哥随后抬起了眼皮，两道清淡却很有压力的目光从其中骤然射了出来。你是？向富满的腿一下子软了，他控制不住地喊道：白大小姐。之前白旭阳一通电话能直接让向俊良带着小明星对苏无忌登门道歉，甚至还能不顾脸面的自抽耳光，这足以看出白家对向家是具有强悍压制力的。白木哥面无表情的淡淡说道：刚刚听说是你要把我从车里拖下来，要对我干什么来着？向富满连忙从车子的引擎盖上跳下来，语气里都满是战战兢兢。这白大小姐，我真的不知道您在车里。刚刚我是想对付我杀了我儿子的人，一时口不择言，请您原谅。白木哥往前走了2步，和苏无忌并肩站在了一起，红唇轻启，再度开口：哦，你现在还想对付他吗？他往苏无忌身边这么一站，无疑已经表明了所有的态度了。那语气之中的冷淡，让人听了莫名感觉到心颤。向富满忍不住的打了个哆嗦，冷汗大滴大滴的从脑门上落下。他咬了咬牙，还是坚持着说道：白大小姐，此事关乎我儿子的性命，向俊忠和向俊良皆是死于这家伙之手。我找他已经找了好久，只要大小姐愿意让我向某人报仇。白木哥淡淡说道：所以你觉得我能看得上你这个向家？向富满深吸了一口气，抹了一把汗，还是决定不退让。白大小姐，向家对白家一向尊重，两家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冲突，所以您能不能……眼看着杀儿子的凶手就在眼前，却不能报仇雪恨，还要被人强压一头，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憋屈了。可是此时的向富满似乎忘了，就算是白木哥不管此事，他就能拿得下苏无忌了吗？白木哥的唇角忽然翘了起来。所以你是想要让我对你抬抬手，好让你对付我的小男人？此言一出，就连苏无忌自己都跟着瞪大了眼睛。不得不说，公开被这样护肤，不管白木哥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但起码在这方面没什么经验的苏小处可是极为受用。只是小男人这个称呼怎么听起来着实有点怪怪的，像是吃软饭的。向富满的身体狠狠一震，毕竟在此之前他可从来没听说过白大小姐有过男朋友。不过联想到对方话语中的那个小字，难道说这个青年是白木哥包养的面首？白大小姐，我和白家的长辈们关系都不错，您要不再考虑考虑？他还不想退让。我最讨厌别人把所谓的长辈搬出来压我。白木哥的语气倏然变冷，说道：跪下。听了这个词，向富满的眼光狠狠一震，他抬起头来，难以置信地看向了白木哥。白大小姐，一定要这样吗？白木哥语气里满是冷淡。你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？苏无忌看向身边的女人，从她的身上感受到了强烈的女王范儿。这种掌控感似乎是之前的白木哥和东方叶妹这2个身份都没怎么表现出来的。向富满深吸了一口气，紧紧攥着拳头，随后说道：既然白大小姐不愿意放向家一条生路，那我只能摇尾乞怜。
说着，他的双膝一弯，砰然跪倒在地。看着向富满竟是直接跪下了，那些打手们一个个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他们都明白，以向富满在首都的地位，能强压着他跪下的人，那身份怕是要通天了。白木哥的清淡眼眸里没有半点涟漪波动，他缓缓说道：我说的是所有人，虽有人。向富满立刻涨红了脸，吼道：听见没有？所有人都给我跪下，丢掉武器，跪下！其实那些打手们早就想跪了，跪下就能免灾，总比被那个青年当场打成残废要好得多。于是现场稀里哗啦地跪倒了一大片。远处有行人路过，一个个好奇地往这边看。不过一看到跪下这么多人，他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一个路人说道：这肯定是在拍短剧呢，要么是在工地搬了几年砖的龙王归来，要么是恭迎赘婿少主回家。白木哥静静地看着此景，没有说话，沉默了10分钟。这些人也就只能一直跪着，尤其是向富满，简直连头都不敢抬。苏无忌看了看身边的漂亮女王，问道：咱们现在不走的话，还能赶得上飞机吗？白木哥淡淡地说道：这个向富满已经认定你杀了他儿子，这种仇怨是解不开的了。听了这句话，向富满的身体狠狠一颤，眼睛里涌现出了无穷的恐惧。也不知道白木哥以前对他做过什么，能让这家伙的心里产生这么强烈的恐慌阴影。苏无忌点点头：那确实不如直接弄死了事。白木哥并没有避着苏无忌，他的目光扫过满地狼藉，打了个电话。10天之内。他红唇轻启，声音很随意，就像是说着一件再小不过的事情一样。让向家滚出首都。向富满控制不住地打了个哆嗦，他感觉自己浑身脱力，简直快要晕过去了。电话那边似乎是询问了一句动手原因。为什么？白大小姐冷淡地说道：因为他们惹了我白木哥的人。苏纪挑眉看着瞬间瘫软的向富满，只觉得身边的姐姐简直 A 爆了，软饭吃得喷喷香。可这时候他突然被一根纤细手指勾起了下巴，温热的呼吸拂过耳畔。小男人，我们的飞机要晚点了。冷淡慵懒，女王还会聊。今天白木哥看似很随意地转变的几个气质，把苏无忌给搞得很不淡定。他之前动手打人的时候挺有劲儿的，可是现在踩油门的脚却明显有点发软。至于仍旧跪在地上的向富满，已经被白木哥的样子搞得彻底晕头了。这大小姐为了一个小男人，不仅当众做出如此姿态，甚至还要把他向家赶出首都。以向富满对于白木哥的了解，绝对不认为情感淡漠的白家大小姐会为一个男人做到这般地步，尤其是一个被包养的小男人。那么这背后到底是有着什么目的？给你面子，喊你一声白大小姐，要是不给你面子。向富满想了想，眼睛里涌出狠辣之意。等那台宝石结帕梅彻底消失在视野里，向富满立刻开始打电话求援。毕竟向家的祖辈是白手套出身，背后还是有几个靠山的。虽然这些年来曾经的大靠山已经早就退休了，整个家族也逐渐没落，但仍旧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电话很快就打通了，向富满情绪激动地告诉那位背后的靠山，说白木哥要为了一个小男人出头，把整个向家赶出首都。
那位年纪已经很大的靠山沉默了许久，似乎觉得这事儿还有点不太寻常。蒋老，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，把项家赶出首都，不就是在打您的脸吗？在对方沉默的时候，项富满继续挑事。咱们不能再沉默下去了，白木哥实在是太嚣张了。随后那一道苍老的声音重又响起来，那个被白木哥照顾的小男人叫什么名字？他姓苏，叫苏无忌。项富满一提到这个名字，情绪就有点失控。蒋老，我一定要活剐了他。然而电话那端在听了这个名字之后，沉默了更久的时间。蒋老，蒋老，项富满问道。蒋老的声音似乎一下子变得更苍老了。你走吧，离开首都，先去国外避避风头。项富满有些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去国外？是的，现在就离开，越早越好。蒋老说道。等时间长到这件事情被淡忘，你再回来。顿了顿，他补充了一句，或者你永远都不要回来。白木哥此时已经恢复了那种慵懒的状态，斜躺在副驾上，那属于东方叶媚的龟皮面具重新戴上了，千娇百媚的容颜再度变得普普通通。苏无忌现在才想明白，为什么白木哥在当时听到有人跟踪，便直接揭开面具露了真容。话说今天你替我出了个头，我该怎么报答你？苏无忌纠结了好一会儿，才说道：你不会真看上我了吧？他其实很怕白木哥会趁机提出什么以身相许之类的话来，自己的初吻都给出去了，初夜可不能再丢了。白木哥冷冷淡淡的开口：我只是不喜欢别人吵我睡觉。苏无忌，可你还当着他们的面说我是你的小男人，这有点羞耻，你怎么不怕别人误会呢？白木哥的语气里完全听不出任何的心情，他说道：误会了才好，以免首都那些老家伙还要给我介绍对象。其实对于最后鬼使神差撩拨苏无忌的那句话，白木哥现在有点后悔，当时一口一个小男人喊得挺热乎，以为一切都在自己掌控之中，现在只希望不要再砸了自己的脚。苏无忌说道：那我以后岂不是得给你吸引很多火力，亏大了？白木哥一抬眼皮，似有不悦，话语淡淡：你不愿意？苏无忌咧嘴一笑：反正初吻都给你了，还有什么不愿意的？其实虽然嘴上说着不敢碰也不敢要，但苏无忌对这一次的缅因之行难免怀有一些旖旎的想法。白木哥没搭理他，继续闭眼休息。等到了机场准备登机的时候，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白木哥，你之前还说怕飞机晚点，我还以为你买的是普通航班。一台湾流公务机就停在他们的面前。白木哥的语气很平静：私人飞机起飞也是需要提前确定时间的，又不是想飞就飞。说着，他直接抬腿迈上舷梯。苏无忌拎着行李箱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，由于走得有点快，没注意一脑袋撞在了白木哥的屁股上，撞得还挺重的。白木哥的身形被顶得往前一倾，随后当作没有发生任何事情，继续迈步上飞机。苏无忌揉了揉脑袋，盯着对方被撞的地方看了几眼，直到后者消失在了机舱口，这才回过神来。白木哥忽然从机舱口回过身来，淡淡说道：愣着干什么？脑袋被撞傻了？这一句话简直把苏无忌聊到起飞，体内的火焰一下子都烧起来了。原来对刚才的碰撞，
白大小姐的心里跟明镜似的。苏无忌挠了挠后脑勺，哈哈一笑，没傻没傻，脑袋怎么可能撞不过屁股呢？上了飞机，除了2个飞行员之外，机上只有1个空姐，颜值很普通，但是说话语气很温柔。但是苏无忌从他跟白木哥的对话来看，这空姐应该不知道白大小姐的真实身份。这一架公务机表面上也不是属于白木哥所有，而是挂在苏淮省某个大型能源集团的名下。至于那个能源集团跟白木哥有什么关系，苏无忌就不是很清楚了。对方面纱太多，他也懒得多问。此次航程得飞6个小时，白木哥上了飞机便走向后舱。我去后面睡一会儿。苏无忌说道。后面还有卧室。白木哥头也不回地回答。双人床。苏无忌哼。说完，白木哥已经把后舱门给关上了。苏无忌站在门口犹豫了半分钟，才打开门，探进脑袋说道：我也进来参观参观。白木哥正坐在床边，外裤刚刚脱到一半，贴身的那件又是纯白的布料。苏无忌的目光本能地落向最关键的地方，淡淡浅影顿时映入他的眼中。白木哥头也不抬，冷冷说道：出去。然而说话的时候，他抬起一条腿，脱下裤子的动作却根本没有任何停顿。苏无忌立刻关门，心脏狂跳。白木哥的2条大白腿以及大腿交汇处的影迹，实在是让苏小楚不够淡定。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，后舱里白木哥的嘴角居然轻轻翘起，露出了一抹自嘲的笑。他轻声自言自语：白木哥，你再这样故意玩火，怕是又要惹火烧身了。说完，白大小姐把外裤随手一扔，躺在床上盖好了被子。她揉了揉之前被苏无忌脑袋撞过的地方，又看了看那并未反锁却无人打开的舱门，呵呵冷笑了一声：胆小鬼真没用。这6个小时的航程，苏无忌还真的老老实实的在外面的沙发上打盹了，只是没怎么睡着，脑海里全是浅浅的影迹。飞机落地缅因首都已是晚上10点钟了，和华夏有着1个半小时的时差。白木哥就这么睡了6个多小时，还是空姐把他叫起来的。怪不得白旭阳说你是一只睡不醒的考拉。苏无忌看着揉着睡眼的白大小姐说道。白木哥淡淡回道：白旭阳还在你面前说什么了？他说你连洗澡都不想自己动手，到现在还让2个阿姨帮你洗。苏无忌说道。他放屁。白木哥忍不住爆了句粗口。他眯了一下眼睛，立即打了个电话：白东河，你现在去白旭阳的病床前。对于一个喜欢用冷淡语气讲话的女人来说，这时候在句尾加了重音，明显是不爽了。苏无忌从这句话里感觉到了杀气腾腾。是大小姐。白东河立刻到了白旭阳的跟前，后者正在被护士从根上抽血呢。这药劲儿还没过去，白木哥对着电话说道：把你的手抬起来，抬高点。白东河举起手臂：大小姐，抬起来了。白木哥，给我抽他。苏无忌直接乐了。白东河当然不可能真的抽白旭阳，他试探地问道：大小姐，大少爷又惹您生气了？白木哥说道：告诉他，如果他还敢在别人面前败坏我名声，我就让他这辈子都没法说话。随后电话挂断。白东河摇了摇头，
笑了起来。他很确定的是，以往白旭阳每天都当面说白木哥的坏话，后者根本从来都不往心里去，完全无视，就跟没听见一样。今天居然如此在意了。白东河用脚趾头也能想到，此时大小姐的身边一定有一个年轻男人。苏无忌看到白木哥挂断电话，于是试探性地问道：为白旭阳说的难道是真的？你真不自己亲手洗内裤啊？白木哥看着这个蠢货，你是不是不知道这世界上有种东西叫内衣洗衣机？在苏无忌和白木哥落地缅因首都的时候，向富满听了大靠山的建议，带着满腔的不甘心，临时租了一架私人飞机，飞往了东南亚，落地了泰伦国。他下了飞机，便准备前往位于泰伦首都郊外的庄园。向家在给大靠山当白手套的这些年，着实赚到了不少钱，在海外的很多国家都有大规模房产。然而当向富满到了自己庄园门口的时候，却呆住了。火光冲天，庄园里所有的房子，所有的花园都笼罩在了一片火海之中。而这时候，一道杀意凛冽的声音已经在向富满的车子后面响起：向家主，叶皇大人向你问好。到了机场停车场，白木哥直接走向了一台已经落了不少灰尘的老款宝马 X5。这车得有10年了吧，不像你这个赌场老板开的。苏无忌说道。白木哥这次主动坐上了驾驶座。等他一发动油门，传来的暴躁轰鸣声便立刻让苏无忌意识到，这居然是一台 X5M SUV 的外壳，超跑的里子。带你去我赌场看看。白木哥说道。坐稳了。他一脚油门，车子直接漂移着冲出了机场。一旦握住了方向盘，白木哥仿佛整个人都变了气质，那种慵懒的感觉一扫而空，专属于东方夜魅的凌厉感瞬间回来了。苏无忌看着身边的女人，回想起自己与她相识的经历，还觉得有点奇妙。他给许家嫣打了个电话：我已经到缅因了，你什么时候到？明天就能跟你会合。许家嫣的声音里透着强烈的媚意。话说咱俩这次是2人世界吗？苏无忌扭头看了看白木哥。不是啊。他在打电话的时候并未打开免提，白木哥特地降低了车速，似乎只是为了听清楚电话那边的声音。许家嫣娇哼了一声：是美女吗？苏无忌：挺美的。白木哥的唇线稍稍舒缓。许家嫣：有我屁股大吗？白木哥往副驾一侧微微歪头，似乎竖起了耳朵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别发骚挂了。白木哥冷笑：你又不是没摸过我的，你不知道谁大谁小。在那家私房菜的卫生间里，苏无忌的手可是沿着大腿一路摸上来的，要不是最后手被腰带卡住，还不知道得伸到哪里去呢。苏无忌无奈地说道：可我没摸过他的啊。白木哥没说话，油门踏板再度踩了下去。此时苏无忌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在夜色之下，身边女人那被龟皮面具遮盖的面部线条似乎变得柔和了一些。车子开了1个多小时，还没到地方，苏无忌不禁问道：你这赌场开的可够远呢，我感觉都已经开出首都地界了。白木哥说道：在缅因北边。苏无忌：缅北啊。白木哥的神情不变：怎么不行吗？苏无忌：
那可太行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白木哥的赌场居然在混乱的缅因北部。就这，他还说自己不插手管理，只是偶尔去看看，这能管得住吗？赌场的人能忍着不犯上作乱？苏无忌这时候真的很担心白木哥的安全。如果我不在，你就准备这么单枪匹马的去那边？他问道。对。白木哥的回答言简意赅。可我看来，你的身手好像也没强到那种程度。苏无忌说道。起码打不过我诶。白木哥扭头看了看他，眼神之中似乎有着些许意味深长。能打过你的人可不多。要不要换我开一会儿？苏无忌问道。白木哥说道。不用，我已经睡饱了。苏无忌呵呵一笑。我是看明白了，华夏首都的路上没法飙车，所以你选择在副驾上睡觉，现在能飙车了，你终于精神了。这台宝马的 X5M 在公路上一路驰骋，速度始终保持在150公里以上。东方夜魅显然远没有开启最强模式。过了一会儿，苏无忌纠结地问道：那啥，我问问，你的赌场和诈骗没关系吧？有没有新葡京性感荷官在线发牌？白木哥说道。是线下的。苏无忌松了一口气。哦，这还差不多，不然我真的要去国安举报你。白木哥看了看他，淡淡开口：如果真的在我身上发现了让你不能接受的事情，你会大义灭亲吗？在问出这句话之前，他竟是罕见地犹豫了一下。可惜的是，苏无忌正看着窗外的夜色，根本没有注意到白木哥的犹豫表情。他的关注点也比较奇葩，他忽然乐了。大义灭亲？你是说咱们俩现在已经算是亲人了吗？白木哥没好气的道。当我没说。只是接下来的一路上，白大小姐像是有了心事一样，不再讲话。车厢里一直被夜色和沉默所笼罩着。接下来的路况并不好，一直开了4个小时，还剩150多公里。其实你的性格有点怪。苏无忌看了看沉默的女人，说道：心情变化太快，难以捉摸。面对这很明显的指出缺点的话，白木哥并未有任何的不高兴，居然应了一声。苏无忌接着说道：但并不讨厌。白木哥淡淡说道：你觉得不讨厌，只是因为你还没玩腻，等腻了之后你就不这么想了，男人都这样。苏无忌提高了嗓门：我会玩腻，我玩过吗？白木哥冷笑：你没玩过？就咱俩的那点接触，那不叫玩。苏无忌说着有点理亏：那顶多叫把玩。白木哥抿了抿嘴，有点想把这个大蠢货从车上踹下去。苏无忌说道：找个地方停车吧，我得放个水。缅因这地方也真是的，我这一路上都没看到路给尔公共厕所。白木哥说道：路边解决吧。此时已经在山路上了，几乎没有车子来往。白木哥直接停在了路边，随后自己往坡下多走了几步。苏无忌喊道：你别走那么远，天那么黑，我又看不见你。白木哥没回应，但是却停下了脚步。苏无忌距离白木哥10来米，背对着他，也解开了皮带，开闸放水。他一边往远了滋，一边笑道：话说一起在缅北的山上尿过尿，咱俩这也算是特别的缘分了。哎，你尿的时候怎么没声音啊？滚！白木哥的声音传来。等上了车，苏无忌还问道：话说我刚刚还下意识竖起耳朵听来着，你怎么没声？
白木哥淡淡的回应。虽然都是成年人，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到了可以讨论这种话题的程度了吗？苏无忌说道。倒也是，这问题显得我多少有点无耻，对不起。白木哥忽然说道。稍微控制一下角度和力道就行了。苏无忌等他把这句话想出了画面感，身体又瞬间燥热了起来。白木哥，你是先天撩人圣体啊？苏无忌忍不住地说道。白木哥紧闭双唇，面无表情地继续开车，好像刚刚那句话跟他完全没有关系。到了天亮时分，车子终于正式进入了缅因的北部地区。这里地方武装割据，冲突频发，曾是广义上金三角的核心区，是真正的法律真空地带。最近政府军和反叛军停火了，他们俩一路安然穿过了交战区，终于到了白木哥的赌场。前方是一大片工业园，白木哥把车子开到其中最大的一片厂房前，院门自动打开。苏无忌分明看到，在厂房围墙的后面有持枪守卫在巡逻，而那些守卫在看到这台宝马之后，全都立正敬礼。我总感觉自己被你卖了，不会接下来把我绑了去搞诈骗吧？苏无忌说着，打开手机发了个定位。白木哥看到了，顺口问道：给那个女人发的？苏无忌没抬头。这次是男的。两人下了车，却看到几台大巴车相继驶了进来，每台车上都装着起码30个游客，绝大部分都是衣着光鲜，根本没有蓬头垢面衣裳破烂的人。而这样的大巴车在这厂区里居然还有10几台。苏无忌忍不住地问道：这些人是从华夏被卖到这里的？白木哥说道：都是来赌钱的，不止华夏人，东南亚都往这边来。苏无忌稍稍吃惊。好家伙，你这生意做得这么大。白木哥说道：是我表哥，到我手上之后，盘子已经缩小很多了。那你表哥现在呢？苏无忌说道：他出什么事了？白木哥面无表情地说道：他不愿意帮客卿帮反叛军走读，死在了他们的枪下。这些赌客们下了车，要接受严格的安检和搜身，一连好几道关卡的检查，任何拍摄设备和武器都带不进去，就连手机都要没收掉。苏无忌说道：你这安全措施可真是够到位的。白木哥说道：每天从手上过的流水太多了，不能不小心。你这里的管理很有秩序。苏无忌说道：具体负责的肯定是个能人。是以前我表哥的心腹，叫王东南。白木哥说道：当过几年雇佣兵，身手还不错。两人随后走进了厂房，和想象中的工业风水泥风不一样。一踏入这里，一股豪华感扑面而来，脚下是柔软的地毯，头顶上方是密密麻麻的摄像头，牌桌简直一眼望不到头。服务生端着酒水饮料穿行其间，苏无忌甚至有种到了澳门的错觉。苏无忌说道：感觉这块比得上澳门威尼斯人赌场的大小了。白木哥淡淡说道：整个厂区加起来体量是威尼斯人的2倍多。所以亚洲最大的赌场根本不在澳门。苏无忌笑了一下：得有不少华夏人通过这赌场洗钱的吧？对于这句稍有试探的话，白木哥面无表情。具体的业务我从来不过问。苏无忌感慨道：你这里才是真正的赌城，和澳门赌场的区别是这里没有一个外围。白木哥说道：这里只赌钱不卖身，但你如果尝尝鲜，
我可以从缅因当地给你找几个有民族特色的。苏无忌瞪圆了眼睛，我守着你这种大美人都不要，还要找缅因本地的长仙，他们能有你仙？他有时候觉得白木哥底线很高，有时候又觉得他根本没有任何底线。嘴巴还挺甜。白木哥对苏无忌的回答有些受用，他随后抬手指了指厂房对面的方向。对了，听说杜卡罗组织的亚洲总部就藏在那边园区里的某一栋